海外时评人日前收到来自国内的爆料，中共高层在北京西山秘密会议达成了4项共识，被称为西山共识，内容惊人。同时在人事方面，传出习派又一大员落马，将离开核心领导层的消息。这些消息被指直接挑战习近平执政模式，凸显中共已开启了体制内部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那么这个最新的西山共识的惊人内幕是什么？最新落马的习派大员又是谁呢？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根据老登引述的内幕，这场会议地点选在中共元老常驻之地北京西山，与会者包括党内元老及军方高层。会中针对当前内忧外患，达成以下4项共识：第一，习近平去留暂时搁置，待4中全会再做决定；第二，设立由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曾庆红组成的中央顾问小组，并拥有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利；第三，重大外交及内政决策改由政治局常委与顾问小组共同表决决定，杜绝个人独裁；第四，外交战略转向和美远俄，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挽救经济，并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这4点西山共识不仅标志着中共高层的妥协与权力再平衡，更象征着对习近平个人集权体系的正式挑战。老登分析，此举为党内改革派与元老联手发声，意图遏制习近平权力无限扩张。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透过反腐整肃、改宪、取消任期限制和掌控军权，逐步巩固了近乎绝对的个人权威。然而10几年过去，经济增速放缓，对外孤立加剧，民怨升高，使中共政权统治陷入空前危机。西山共识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小组，形成太上皇制度的回归。这种安排等于是邓小平时代的元老干政模式回归，等同于复活被废除多年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其政治意涵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权力制衡，更可能为接班人制度铺路。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曾庆红等人回归政治事业，意味着团派与江派再次活跃，而军方也可能在这其中达成了某种妥协，形成了一个新的3方平衡格局。老登形容这是一次派系之间的精妙妥协，意在化解内部权力撕裂，但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如政策效率和内耗加剧。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共识的达成透露出的是一种制度性焦虑。中共实质是面对结构性的治理瓶颈，单靠人事与权力调整难以根本性解决制度危机。集体领导虽然可能分解决策风险，但也往往导致政策反复难产和缺乏执行力。这在江泽民后期与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西山共识第4点明确提出和美远俄外交路线，显示中共高层在经济压力下选择战略转向。美国总统川普6月26号已经宣布，美中双方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他虽然没有透露协议细节，但宣称该协议正在开始让中国开放，并说这些事情从未真正发生过。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未正式确认这一消息，但却转载了川普总统的言论。这表明北京可能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试图换取短期经济喘息的空间。对于这一让步，老登评论指形同投降。中共此举反映了对经济危机的焦虑，试图通过务实主义外交缓解国内压力，但能否扭转结构性经济危机仍存疑问。中共一贯把对抗美国塑造成政治正统的一部分，如今在经济重压下不得不急转向，无异于被迫承认过往的策略错误，也是为政权的续命之举。而他最新的远俄政策则可能惹怒俄罗斯，削弱中俄近来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风险。西山共识新外交策略也暴露了中共在多边关系中的被动角色。习近平一手主导的中俄联盟在美中关系恶化时曾被视为抗衡西方的杠杆，如今却被抛弃，凸显中共对外战略的投机性与短视。
立中药风向球是西派大员李干杰落马的传闻。据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爆料，前中组部长李干杰已无望进入21大，其家属涉嫌通过香港的一些离岸公司白手套，将超过3亿美金转向新加坡和美国，引发当局震怒。蒋网正透露，李干杰的资金主要来自湖南政商系统，牵涉9到10名副部级干部和近30名副厅级官员，总金额高达39亿元人民币。李干杰本人虽未明显出事，但他家属向海外转钱的操作严重违反中共的政治规矩。蒋网正表示，李干杰落马被官宣的可能性只有30%，至于如何处置他，有3种可能性：一种是像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一样，没有任何音讯的凭空消失；第二是以身体健康为由辞职；第三是过渡到母中全会，如4中、5中或6中全会，甚至到21大。蒋网正特别强调，李干杰将会离开核心领导层，21大肯定没机会了。时评人周晓辉表示，李干杰属于清华系，曾是习七信前中组部部长，现任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门生。李干杰的仕途随着陈希的高升而层层攀升。他在彭丽媛老家山东省先后担任省委书记、代省长，2年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陈希的接班人。李干杰被调离，说明习近平已丧失人事主导权，这和习失权不会没有关系。中共中组部与统战部今年4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职务对调，石泰峰接任中组部长，李干杰则被调任统战部，此举引起舆论震动，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用人布局的反向操作。时评人唐静元指出，这次调动对李干杰是实质性降级，而对石泰峰则是升迁，反映出反习派系的力量正在反击。文昭则评论说，这是反习势力在推翻习近平的人事安排，把习推向光杆司令的境地。更具政治意味的是，石泰峰与李克强是大学同班同学，对调的操作背后或有政治老人的强力支持。争论家陈破空认为，军权已集中于张又侠手中，而党内人事大权有可能回归胡锦涛一系。外界关注这些人事变动是否会引发连锁效应。若高层进一步调整涉及军方与安全系统，则可能触发习近平过去10年所建权力网络的全面瓦解。这不只是政治人物的更迭，更是体制内部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综合西山共识与李干杰落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趋势：习近平所代表的个人集权体系正遭遇党内外多方牵制与重构。从外交转向、经贸让步到人事动荡与元老复出，显示中共高层试图以集体领导的方式防止体制崩溃。在此过程中，习近平的绝对权力正被削弱，未来走向或许将回归某种集体领导制，但这是否意味着稳定或混乱，仍待观察。从历史视角来看，这场变局不仅是一次权力轮替，更可能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前兆，而最终可能走向政体的改变。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